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富山海剪辑混乱特效5毛还穿帮，粉丝心疼诚意，演技被埋没。萧秋水手里攥着剧本，这瓜保熟。荧光笔画重点，诚意演得挺拼，观众眼睛可真尖啊！那手一抬，蓝光一闪，实锤了。萧秋水不是在练剑，是在背台词。剧里他指尖夹着的根本不是什么武功秘籍，而是清清楚楚一页打印稿，上面还留着蓝色荧光笔的划线痕迹。这哪是武侠江湖，这是片场自习室吧？穿帮穿到观众心里去了。有人截图发到网上，配文：搞快点，诚意老师下次记得把荧光笔换成朱砂批注。笑死！一部武侠剧，男主手上攥着现代剧本，像极了考试时偷看小抄被逮住的学生，尴尬的脚趾抠出3室一厅。这不是细节疏忽，这是把观众当空气。制作组是真敢播，观众是真敢信。后期剪辑难道就没发现？导演回看样片时是不是正刷短视频？还是说他们觉得观众看不清？要知道富山海可是顶着武侠新标杆的旗号上的，宣传图一张比一张鲜，结果一打开，好家伙，5毛特效炸场，树叶当剑气，雷电像 PPT 动画，打戏再猛也扛不住背景像极了10年前夜游 CG。 诚意吊威亚摔过，练剑练到手抖，采访里说想给观众真正的大侠，这话听着真心。可现在呢？观众看到的不是大侠，是夹着剧本的打工人，努力被埋在了5毛特效下面，心疼的我直拍大腿。他本人倒挺清醒，公开活动上鞠躬感谢观众，说大家是老师。这话听着谦卑，可转头剧里就出现荧光笔剧本老师教学生，学生拿错教材了，粉丝急得跳脚，别骂剧了，诚意也很苦。可问题是，观众买票是冲剧去的，不是冲着他一个人扛整部剧。他防的不是人设，是制作底线。这年头，观众早不是好糊弄的了。以前顶流一笑，热搜霸榜3天，现在顶流一露脸，网友先搜磨皮过度警告。流量能拉热度，但留不住人心。富山海前期宣传猛如虎，海报、预告、站截图铺天盖地，结果正片一出，口碑直接高台跳水。有人说别苛刻，特效烧钱。烧钱没错，可烧出个树叶剑气，是预算问题还是态度问题？隔壁某仙侠剧同样古装打斗，人家威亚加实拍加适度特效，打得行云流水。你这边导好，主角飞天像气球，反派爆炸像烟花，爆钱花哪了？制作方要是把荧光笔的钱省下来修特效，也不至于被全网群嘲。更离谱的是剪辑，前1秒还在深情对视，后1秒直接切战场，中间啥铺垫没有，观众脑子都跟不上转。有观众吐槽，这剪辑像极了我赶 DDL 时的 PPT， 笑死！剧情像被狗啃过，节奏碎得像渣渣灰的普通话。诚意的粉丝急了，到处解释这是剪辑问题，不是演员问题。可问题是观众看的是成片啊，你不能说演员演得好，但剪出来像坨屎，然后让我们只夸演技吧？那不叫客观，那叫恋爱脑上头。其实大家不是不心疼诚意，恰恰是因为心疼，才更气愤。一个演员拼了命去演，结果被制作拖累成这样，像不像你班上最努力的学生？结果老师交卷时把答题卡弄丢了，他打的每一拳都带风，可风都被5毛特效吹散了。还有人说别吹毛求疵，国产剧能拍成这样不错了。这话听着耳熟，每次烂剧翻车，总有知足吧论调出来灭火。
可观众为什么要知足？我们花钱买会员，花时间追剧，不是为了看荧光笔剧本和树叶剑气的。市场早就不吃这套了。看看最近的爆款剧，哪个不是靠口碑一步步爬上去的？没有流量大咖，没有热搜轰炸，但剧本扎实，镜头讲究，演员在线，观众自然用数据投票，这才是良性循环。而《富山海》呢？前期炒得飞起，后期烂得离谱，典型的高开炸走。现在不是糊不糊的问题，是配不配的问题。诚意值得更好的作品，他有演技，有敬业精神，有观众缘。可再好的演员也扛不住烂制作的毒奶。这次穿帮事件，表面是荧光笔惹的祸，深层是整个制作流程的失控。谁负责道具？谁负责剪辑？谁负责最终审核？总不能每次都让演员出来鞠躬道歉吧？粉丝心疼，路人摇头，业内观望。这剧算是给所有古偶武侠提了个醒，别以为找个顶流加砸点钱加炒点话题就能稳坐 C 位。观众早就不吃纯流量那一套了，你糊弄观众，观众就用器具回敬你。有意思的是，穿帮镜头上热搜后，站姐连夜修图把剧本 P 成了武功心法，这操作堪称用爱发电。粉丝都比制作组用心，这剧还能好到哪儿去？磕 CP 的在 P 图，演戏的在吊威亚，做剧的在摸鱼这墙头，歪得让人心累。现在网上都在玩梗，萧秋水的右手握住了命运的剧本，笑死！可笑着笑着就有点想哭。一个演员的诚意被一个荧光笔毁了大半，这不是穿帮，是穿心。所以啊，别再说别苛刻了。苛刻是因为我们还抱有期待，苛刻是因为我们想看到真正的武侠，而不是武行加仙侠。苛刻是因为我们心疼那个在威亚上翻腾，却没人修好背景雷电的诚意。搞快点，别让努力输给一个荧光笔。